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中来的水蓝色 R107的500 SL 的方向盘完修引擎测试。那这部车子呢，我们来看看它里面，因为是从它里面完全是没有座椅，然后它的加油踏板那个下面底座是坏掉了所以大哥可能没有办法做脚踩加油踏板的加速测试。不过这部车子的车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有爱心，把这部车子从里到外要重新再整修一遍。那引擎呢？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方向盘非常的细，非常的干净，非常漂亮。大哥也在这边做签名，我必须要对这个方向盘负责。那这部车子呢，我们做的工作，第一当然从方向盘，我们从方向盘来说起。方向盘它的供油量都太低了。几乎标准的1分钟全油门在170，它大概就在90到100之间，那这个是正常现象。这个现象会造成引擎高温。不过这颗引擎的缸压测试我们测出来，它几乎都没有积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稀薄燃烧，所以它没有积碳的现象。缸压状况非常好。都在10、11之间，代表这个引擎完全是没有积碳的。那喷油嘴大哥全部换掉了，它这是8支细牙的喷油嘴，很贵，一支2000多块，不比我们粗牙的一般的喷油嘴粗牙的一支1000多块，它这个一支要2000多块，而且因为需求量少，所以说要找这个库存都很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把这8支喷油嘴全部都换掉了。那再来，它的火星塞的部分呢？火星塞它会用错了，它正确的型号应该是 W7DC， 也就是没有电阻的。因为我们有高压线所以高压线本身就有2K 左右的电阻。那火星塞就不能够再加电阻了，如果再加电阻，火花就会变弱。那我们有看到。它的火星塞是用 WR8DC， 有个 R 字是代表它有电阻，而且电阻达到5K 左右，4.7跟5K 左右，所以这火花一定会变弱的。大哥已经把它换新，换回 W7DC 这标准的没有电阻的火星塞，所以它火花呢就会恢复到正常，会偏从橘红色会变成淡蓝色，代表它的电压高再来呢，它的分电盘的部分大哥检查结果，它分电盘非常的状况非常好，那几乎应该有8、9成新。那打火头的换向就这个打火头部分，大哥有整修过所以这个分电盘应该那个5万、7万应该没问题。那加上火星塞大概也是这样的寿命。那至于说它的这个汽油帮浦我说汽油帮浦就真的该换了，因为汽油帮浦老化那这个大哥发不了，引擎发不了，那这个就是造成这部车子为什么会坐拖车从台中来到台北找大哥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因为它的汽油帮浦它是2颗的汽油帮浦老化了所以大哥把它换掉。那汽油滤芯也一并换掉。那再来蓄压器，它蓄压器也是漏油，因为蓄压器一漏油会产生我们打到非油盘这边来的供油压力会不足，那热车可能会难发动。那这个部分大哥都换掉了因为它这个500的这是2个汽油帮浦汽油帮浦所以所费不赀。但是呢，无论如何，大哥的要求是从我这边出去的车子都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
所以油跟电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的话，我们高高兴兴的出门，又回不了家，那是相当扫兴的一件事情。那再来就是其他的部分啊，其他的部分，这部引擎哦，大哥其实昨天有发动了，那发动这引擎非常的顺畅啊，我们等一下发动我们就知道了。而且它这部车的水路不错，怎么讲呢？因为它这部车子它没有怠速马达，它是1982年左右的，它没有怠速马达，所以它这边就有一个怠速的转速调整。那这个呢，就是它的冷车提速的这个热膨胀阀。那热膨胀阀它是靠温度哦，它有个热膨胀金属。那今天如果说温度高了以后，它就把那个通气道就堵小一点，使得转速降下来。那因为它大部分这个年纪应该有40年了，那它水路不好的话，也就是说里面水度有卡水垢的话，那就会把我们的热膨胀阀这个地方就已经堵死了，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热膨胀的这个功能，那冷车就没办法提速。但这部车子很难得，冷车是提速是正常的，大概会从1200转哦，那热车以后会降到大概在900转左右，因为它没有那个怠速马达。所以说，它开冷气，它不能够提速，它不能够维持固定转速，它会降一点点。但是因为它是5000 cc 的 V8，所以它因为扭力大，所以其实开冷气没有开冷气，转速改变是不大的。不过，因为它这部车子它内装还在整理当中，那大哥呢？等一下发动以后哦，我没看到它转速会在1100、1200，然后呢，经过约莫3-4分钟，它转速会降到900。那它因为它冷气没有冷气，因为这个等下大哥引擎发动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因为这个地方会结冰哦。然后为什么会结冰？就是它的低压的冷媒管会结冰，是因为它的冷媒不足啊。但会结冰也代表说它这个压缩机是很棒的。那因为冷媒不足会结冰，那但是可能要经过10-20分钟之后，我们才会发现。那再来呢？对，它这部车子很难得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火星塞，因为 V8 火星塞拆装不容易，V8 火星塞拆装不容易。拆装不容易的话，很容易那个牙都弄坏了。那大哥发现他这个牙都很漂亮。那我们现在来进行冷车的第一次的发动。因为大哥没有办法，他没有椅子，而且他叫油门踏板是故障的，没有办法，所以大哥只能从外面引擎室那边直接做加油的这个动作。OK， 好。大哥来，第一次启动，温度我们看到大概的是在60度不到。好，大哥来冷车，这一点就着了。好了，大哥到引擎室这边来看它的转速。转速大概在1170、1200左右。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它转速会降下来了。那整个油压跟它加热阀的压力目前是从大概2.5公斤会慢慢上升到差不多3.05左右。大哥来做个加油了，因为它冷气现在是在启动状态，所以说它的风扇是在运转当中，快速运转当中，所以声音相当吵。大哥来这个加油。这个 V8 的嘶吼是很可怕的，不过因为靠近去这引擎噪音太大了，所以我们从外面来看，慢慢的它转速就会降下来。那这部引擎呢，因为它缸压非常漂亮。那所以说它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来几乎很少 V8，因为大哥碰到很多 V8，因为它的那个缸压不好，造成说它的这个引擎的抖动是相当厉害的。我们来看看它这部车的怠速，它的引擎因为缸压很漂亮，我们来看看，几乎连动都不动了。几乎连动都不动了，非常稳定，非常稳定，这真正的 V8 的这个标准。我们看到它抖速慢慢降下来了，已经到1000转了。啊，因为这个车主，因为他花了很多的心血，他从排气管，大家看到它排气管是整只是不锈钢的，我们从这边看不到。从前到后都是不锈钢管啊，因为里面还在整修当中。500 SL 是很难得的车种啊，今天车主呢也花了很大的爱心。那从外观上我们看，这个大灯状况还很好，双方大灯相当好。那外观的烤漆它已经重做了，那内装呢？那就可能皮椅要重新做，皮椅。我们来看，转速现在已经降到900多了，所以说很难得，这个 V8 的这个没有怠速马达，那它的这个满车提速是这么样的标准，这是很难得的。那无论如何，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那我们希望这个车主呢，这次就慢慢的把这部车子弄好好好的让这部车子的下半生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看到了，这里我们看到结冰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哥没办法关掉它的冷气，压缩机，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结冰了。这个现象是因为它的冷媒不足所造成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怕不开，不开的话水路雨路都会堵塞。就好像我们体法族的老人家，希望他能够血路循环正常。如果不开的话，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那再来常常跑一下高速公路，让车子能够好像有那个健走这种感觉，让这部车子能够健康的度过它的下半生。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后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转速，降下来了800多转，对，所以很棒的，这是很难得的。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